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南台湾的烈日下，一位满脸沧桑的果农正挥舞着沉重的电锯，伴随震耳欲聋的马达声，把一棵棵树干上爬满黑紫色果实的果树拦腰砍倒。那些曾被视为珍宝的果实，随着树干重重摔在泥地里，瞬间破裂，散发出一股酸腐的发酵味。路过的乡亲连看都不看一眼盛产季里，这些果实免费送人都没人要，处理起来太麻烦了。你绝对不敢相信，这就是10多年前在台湾农业界掀起滔天巨浪，被无数农人与商人捧上天。号称南美洲超级水果庭院黑钻石的树葡萄，它的学名叫做嘉宝果，当年带着无与伦比的高贵光环降临。台湾市场刚引进初期，物以稀为贵，加上那颠覆传统认知的生长形态，果实密密麻麻，直接依附在粗糙的树干上。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完美击中了早期消费者的猎奇心理。在那个信息还不发达、网络电商刚起步的年代，外观奇特的进口农产品总能轻易攫取大众目光。一斤树葡萄鲜果的价格被疯狂炒作到上千元台币。逢年过节能提着一盒包装精美的树葡萄去送礼，那绝对是面子十足的象征。但如今呢，你去各大传统市场或路边水果摊看看，它的价格已经断崖式崩盘，一斤跌到只剩几十块钱，甚至产地上大批果实直接烂在树干上发臭，无人问津。从1000元天价的神坛跌落到送人都没人要的农业废弃物，最后逼得大批农民忍痛砍树认赔出局。短短10几年，树葡萄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魔幻时刻？这场农业造神运动的彻底破灭，背后到底是农民盲目强种的苦果，苗木商恶意炒作的割韭菜套路，还是台湾消费者真的看破手脚，不再买单了？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树葡萄跌落神坛的残酷真相，带你一次看懂网红农产品爆红又爆雷的底层逻辑。如果你也曾对这种长在树干上的奇特水果感到好奇，或是家里长辈曾疯狂购买过相关产品，请务必紧跟接下来的内容，这里面的水很深，绝对会颠覆你对农业炒作的认知。时间拨回树葡萄在台湾初露锋芒的黄金年代，任何一个农产品想卖出天价，首先必须有一个完美无瑕的包装故事。树葡萄的保健神话堪称业界教科书，当时的推广者极力渲染它来自遥远的南美洲亚马逊流域，塑造成吸收了热带雨林天地精华的神奇果。各种宣传单和口耳相传中，树葡萄被赋予极高的健康价值，果皮果肉富含花青素、多酚、维生素 C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更夸张的是，对口感的形容，商人宣称吃一颗树葡萄能同时品尝到释迦的香甜、凤梨的微酸和芭乐的清香。这种集多种顶级水果风味于一身的宣传语，把消费者的期待值拉到了大气层之外。在大家开始注重养生，却对保健食品一知半解的市场空白期，树葡萄宛如天降神物，瞬间引爆了市场热情。然而，真正推动这场疯狂热潮的，并不是那些愿意花1000元买水果的顶端消费者，而是躲在幕后、深谙人性贪婪的苗木商。当鲜果价格高悬天际时，苗木商开始向全台湾中南部的农民画大饼。他们打出种一颗嘉宝果就等于在院子里种了棵摇钱树，不用喷农药，好照顾，一次种植年年收成等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对于传统农民或想退休享受田园生活的人来说，这种高经济价值、低维护成本的作物简直就是梦幻投资。在暴力诱惑下，从彰化、南投到嘉义、屏东，无数农民与投资客捧着大把钞票疯狂抢购树葡萄幼苗，开启了全台一窝蜂的盲目扩种模式。原本只是零星种植在庭院观赏的小众植物，瞬间变成了漫山遍野的经济果园。大家心里打着如意算盘，看着当时破千的行情，幻想着几年后自己也能靠这黑钻石实现财富自由。但农业投资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大自然有它最残酷的规律，而树葡萄身上隐藏着一个最致命的生长周期陷阱。
与一般水果种下2-3年就能收成不同，树葡萄从幼苗种植到大量结果，通常需要漫长的7到10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当初第一批被高价诱惑、盲目跟风种下果树的农民，必须熬过将近10年的空窗期。在这漫长的等待中，真正赚到盆满钵满、数钱数到手的，其实是那些早期炒作果苗的商人。他们以极低成本繁殖苗木，再以天价卖给做着发财梦的农民。当苗木商赚饱现金，拍拍屁股安全离场时，农民们却只能苦苦守着还没长大的果树。10年的时间，足以让任何一个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初种下的那一批果树，在近几年同时进入盛产期，产量迎来大爆发，原本物以稀为贵的市场瞬间被海量树葡萄淹没，供应量暴增，价格如雪崩般垮塌。这就是经济学中最无情的供过于求。农民们苦等了10年，等来的不是摇钱树，而是根本卖不掉的烫手山芋。除了产量过剩，树葡萄还有一个让果农和盘商都绝望的致命缺陷，极度难以克服的采后保鲜问题。现代水果产业要发展壮大，冷链运输与上架寿命是核心关键。但树葡萄就像一位娇贵又脾气暴躁的千金大小姐，极不耐储存。果实一旦从树干上采摘下来，在常温下放置短短2-3天，就会开始快速发酵，果皮变软，失去光泽，甚至散发出浓烈的酒酸味和霉味。这种糟糕的储运特性让它完全无法适应现代化长途冷链物流与连锁商超的上架需求，大卖场主管根本不敢进货，因为耗损率太高了。水果摊老板也避之唯恐不及，今天进的货明天卖不掉，就只能全部倒进垃圾桶。这导致树葡萄几乎只能局限在产地周边进行极小规模的贩售。广大的农民看着满树黑压压的果实，却找不到通路可以销售，那种看着心血烂在树上的绝望感，是没有亲自务农过的人绝对无法体会的。如果说供过于求和难以保存是击垮树葡萄的客观外在因素，那么口味上的巨大落差就是彻底透支消费者热情，让树葡萄被无情抛弃的核心内因。当初价格昂贵时，大家舍不得买，对它的味道充满了美好幻想。等到价格终于跌落凡间，普罗大众纷纷买回家尝鲜时，残酷的现实却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虽然它外观像一颗特大号的饱满葡萄，但一口咬下，首先感受到的是一层极厚、极难咀嚼，且带有明显微酸涩味的厚重果皮。好不容易咬破果皮，里面的果肉却少得可怜，还包裹着好几颗巨大的籽。一颗树葡萄要在嘴里费力地将皮、果肉和大籽分离，吐出来的废弃物比吃进去的果肉还多。整个食用体验可以说是非常糟糕，极度麻烦。更惨的是，当年商人吹捧的吉士家、凤梨、芭乐于一身的奇幻口味，在实际品尝后被无数网友无情吐槽为说不上来的诡异怪味，像是在吃带有发酵味的软烂奇异果。极高的期待与极差的现实体验产生的巨大落差，让消费者的信任彻底破裂。尝鲜期一过，大家发现这东西根本不好吃，复购率瞬间降至冰点，几乎为零。即便现在价格跌到1斤几十块，大众也早已失去了购买欲望，因为不好吃的水果再便宜也是浪费钱。我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台湾是享誉全球的水果王国。在这里，水果市场的竞争已经内卷到了极致。走进任何一家水果型，爱文芒果香甜多汁，黑珍珠莲雾清脆爽口，牛奶芭乐肉厚籽少。这些经过台湾农业专家数十年来精心改良的本土优质水果，哪一个不是甜度爆表、水分充足、口感极佳，而且价格还非常亲民？在这种极致的性价比和神仙打架的竞争环境下，带着厚皮、大籽、怪味且微涩的树葡萄，可以说是遭到了降维打击。除了外表有点猎奇，它在口感和食用便利性上毫无优势可言，自然会被台湾这群嘴巴早就被养刁的消费者果断淘汰出局。面对鲜果市场的全面溃败，
许多不甘心血本无归的果农试图寻找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开始将卖不掉的树葡萄转向加工产业，做成树葡萄酵素、果酱或果酒。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转型方向，但现实却再次给了他们沉重一击。由于树葡萄本身风味独特且带有强烈的天然酸涩感，在加工过程中，为了掩盖这些不受欢迎的味道并达到防腐效果，必须加入极大比例的糖分。这在现代人普遍追求减糖、低热量、崇尚原味健康的饮食趋势下，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一味甜得发腻的树葡萄果酱或酵素，不仅加工成本居高不下，更是难以打入主流消费市场。最后往往只能堆在农会的特产展示架上落灰，或是农民自己买回家当安慰剂。加工转型这条路终究还是没能走通。看到这里，或许很多人会感到惋惜。这场树葡萄的悲歌到底该怪谁？怪农民吗？他们确实缺乏市场调研能力，盲目跟风，一厢情愿相信了商人的话术，承担了最终的苦果。但归根究底，那些为了短期暴利夸大其词、恶意炒作果苗的苗木商，才是推动这场泡沫的核心推手。他们吃着农民的血汗钱，却不用承担任何市场风险。而消费者呢？他们完全没有错，大众只是从最初的猎奇跟风，回归到了最理性的味蕾选择，用新台币做出了最真实的投票罢了。其实，树葡萄的命运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一物种的悲剧，它是台湾几十年来许多炒作型农产品的经典缩影。稍微有点年纪的台湾人一定都记得，从早期的鸵鸟养殖热潮、牛樟芝神话，到后来的印加果、玛卡，哪一个不是走着和树葡萄一模一样的老路？神话般的包装营销，天价炒作种苗，诱骗全民疯狂扩种，最后产量过剩，泡沫破灭，留下一地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树葡萄从庭院黑钻石沦落到惨遭农民砍除的下场，再次给整个农业市场敲响了最震耳欲聋的警钟。农业从来不是一门可以靠着猎奇噱头和短线炒作就能长久获利的行业。任何一种农产品想要在市场上长久立足，最终都必须回归到最朴素的本质，它是不是真的符合大众的口味？它有没有完善的冷链储运与产业链支撑？如果没有扎实的质量与经得起考验的市场需求，所有的炒作都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海水一冲，神话终有破灭的一天。下一次当你在市场上又看到某种被吹捧上天、价格昂贵的奇迹水果时，不妨停下脚步，冷静想一想，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树葡萄的故事？你愿意像当年的农民一样成为被割的韭菜吗？还是选择守好自己的荷包，看清这场资本游戏背后的本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见过的类似农业炒作案例。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会持续为你拆解更多商业泡沫的真相。我们下期见。